嗨，大家好。今天呢，我来到了广州火车站，这是以前广州最热闹的一个火车站啊。掐指一算呢，已经40年了。因为40年以前呢，我就是从这个火车站来到了南国广州，然后呢就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员。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啊！而这个火车站呢，经过了40年的风雨，居然不但还留存着，而且这个火车站它的外形，站前的广场，就还是跟当年一模一样。你看上面2个标语啊，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还是当年的那个时代风貌的体现。这个火车站真的，它可能是全国各地主要的城市所仅有的一个，还是跟以前位置一样，场站相同，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的一个火车站，已经好多年了。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广州火车站的一个样貌，稍稍做了一些改建啊，引进了一些快餐店等等这服务的设施，但是跟以前几乎是没有什么两样的。这里呢就是火车站进站点，这个里面呢就是有售票处啊、接人的地方啊等等啊，就是这么一个地方。40年来啊，这里经过的风风雨雨，而且目睹的这个城市的变化啊，走望的这个城市的发展，但是呢，这个火车站居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这不知道说是奇葩呢还是奇迹。但是最近的话呢，一直是有要重新改建这个火车站，并且呢要把这个火车站变成一个高铁站啊。因为现在的普通客车的火车站呢，已经在白云区那边建了一个白云站。我们上次也到白云站跟前开车路过，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已经有了替代方案之后，这个火车站呢终于要迎来了大的改建，而且据说呢是整个火车站和它后面的3元里地区啊，整体的进行一种综合性的改革。因为据说呢，以后要把高铁就引入到广州市区里边。现在高铁的停靠站主要是广州南站啊，现在据说已经开始在建设从广州南站到这个广州站的一个联络线。那么在多少年以后啊，这边呢基本上就是停靠高铁列车的这个车站啊，而且将来有可能会延伸到东站。那么也就是说，将来某一天呢，到了这边啊，到广州的坐高铁的旅客呢，就应该是以这个站为终点的人居多了啊。因为现在到了南站呢，还要坐半个多小时的地铁才可以进城。现在我们来环顾一周啊，看看这个广州老火车站它的边上的环境。马路对面的站前路啊，就是这个车站的站前的马路呢，都已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啊，都变成了一个批发买卖时装的一个集散地，越来越大。而对面呢，这个玻璃幕墙的房子是流花宾馆啊。想当年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啊，大家在火车站见到最多的就是提着或者推的各种行李，尤其是那种马夹袋啊，就那种可以装很多货物的那种大包小包，就匆匆的进站出站。当年呢，因为运力的不够啊，运力的不足，
就使得坐火车呢真的是一票难求。而我比较幸运的是，因为在医院工作，就周围的一些大的单位，像广交会啊，还有这个广州站的这些所有的国家的员工，都是我们的病人，所以这个里面呢，当然近水楼台啊，也有了一些关系户，所以很多亲朋好友到广州来要买票的话呢，还是都是通过这种关系，就还是相对比较顺利的能够买到票。所以那一段岁月应该是最难忘的岁月。现在呢是在站外啊，就是当年啊春运的时候，那是一个不得了拥挤的地方，就是很多人买不到票，在那边等票，黄牛贩子很多，但也有很多人买了票呢，就没办法及时的进到站里去，大家在地上啊席地而坐，就那个场面到现在为止记忆犹新。所以中国人改革开放初期啊，也经过了一段痛苦的岁月，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这种当时啊各种资源紧张，出门一趟不容易，这个火车票难求那个年代，并没有办法阻挡大家奔向南方这座北方城市的热情，所以很多人呢还是这个背井离乡的到这边来，就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份工作，挣的比在家乡更多一些。而且还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在这样南下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多的商机。有些人呢就发家致富，那也有一些人呢，就是来到广州这个改革开放之前，他更新了他自己的理念，甚至有很多人呢，在这边挖到了第一桶金以后啊，就开展自己的事业，就落地生根，成了新广州人。那当然也有很多他们通过奋斗以后，他们的子女就留在这里走向世界了，出去见更大的世面。所以到这地方呢，就是还是非常的感慨啊。当然，车站虽然是老的车站，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些进站的这种检票的设施还是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都不是人工检票了，都是那种电子票，刷票啊，刷卡就可以进去。同样呢，也有老年人优先的通道、爱心通道啊。总之，这边呢也有了一些变化，只不过这个老建筑呢，它还是原来的样子，就让人感觉呢，这个地方看来还真的期待它经过一些年的改造以后啊，就变成一座崭新的车站。像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呢，都记忆犹新的啊，无论是上海、北京，就当时如果要出游或者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呢，大概最多的就是搭火车。那以前的火车也比较的慢，就去到一个城市啊，有时候真的要坐一天一夜甚至更长时间的这种硬卡车。那当年如果说要坐卧铺的话呢，那必须是干部啊，就你有钱也买不到的。而且去到很多地方，早一点的话都是要介绍信的啊，就你要去换一些所谓的全国通用粮票，你才可以去到另外一座城市。否则的话，你有钱你买不到东西，你会饿肚子的。那一晃也就是40-50年的时间啊，就这些都是已经远去。现在我们的下一辈啊，再下一辈的人呢，就完全都不明白当年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但是我们记忆当中呢，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就是广州火车站当年的改革开放的门户。自从人有了流动的自由以后啊，像
信是客流量最大的一个地方。每到春运的时候啊，那简直是疯狂的一种景象啊。我想着这种影像资料在网上应该也不缺，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要回味从前的话呢，就可以跟着我的视频的这些场景啊，来回味一下当年广州火车站它的一个记忆犹新的印象。我现在呢，正对的就是广州站啊，这里呢是进站口，但是我相信呢还有一个出站口，因为我今天是要去接我的一位年事已高的亲戚啊，就好不容易找到了边上一个酒店的停车场，然后呢，我们也在等候我的亲戚啊从这边的出站。我已经找到了出站口了，就在这个进站口的边上呢，写着出站口。其实广州火车站呢，也是有很好的地铁的联络的交通，有2号线，应该也有5号线，就都是可以从这边转乘的。起码有10几20多年没有来过这里了。你看啊，车站依旧，好像现在这边出站口也没那么多人了，因为一般来讲大家也没有必要跑到这边来接人啊，这都是直接转乘地铁就可以走了。广州真的是一座很奇妙的城市，这一边呢，它有珠江新城，还有很多确确实实发展了不错的新城区，甚至经常有人拿珠江新城、珠江边的那个大楼啊，这种风光片来跟上海的外滩比美啊。确实，大家各领风骚，就展现的都是现代大都市的一种景象。但是呢，在广州，你但凡只要到稍稍的偏一点的地方啊，或者说它的旧城区，就包括我现在所处的火车站边上的这些区域啊，大家可以看到的还是以前的老房子，有更多的这种批发市场。但是呢，这些楼啊都是有点年久失修，最起码就完全没有这种现代时尚的风貌了啊，就只是凑合的还在用。这就是广州给很多人的这种印象，或者说一种巨大的反差。确确实实啊，广州火车站呢，在改革开放以前啊，应该全国各地是最近市中心，也是地处这个最佳位置的一个火车站。因为从这个火车站啊，正对着呢就是广州交易会，就现在已经迁到了琶洲那边的广州的交易会，边上呢就有东方宾馆啊、中国大酒店这样的5星级酒店，而且再过去一点呢，就是广东省电视台广播电台的所在地。这里呢也是我工作的医院附近的地方，所以这块地方非常的熟悉，我也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是随着广州城区的东移，就慢慢的这边就
被冷落，或者呢被一些生意人像这种大的批发卖场所占领，就慢慢的呢就变成了只关注生意啊，就是对于生活民生这一块呢就显得有些成就。但是这就是广州它的一个发展的不平衡的写照啊，或者说广州人还是以经商为主，赚钱为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好了，我现在呢时间还早啊，我还是回到我的车上，在这边呢就是跟大家随意的拍一拍，感受一下好几十年以后的广州车站。广州站呢，它现在的风貌其实还是跟以前的这种景象啊不相上下。但是呢，大家也看到，你看已经有很多地方已经进行了围蔽。根据规划呢，应该很快就会启动这个有点古老的广州站的改建，但相信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所以可能要等待那么多少年啊。但是总会呢给大家面目一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相信广州火车站真的就会成为广州的一张门面啊，就会让大家打破广州这种东西发展不平衡、新旧城区风貌差异很大的这种印象。好了，那我今天就是趁到这边来接一位亲戚，就顺便的在广州站啊站前广场来闲聊了一阵，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经过了几十年广州火车站现在的一个状况。但是呢，我们在这种陈旧的装饰啊，还有那种大家感觉不是很时尚的建筑跟前啊，也因为呢最近有了这边要重新改建这样的计划，那我相信呢很快这边就会改变面貌，但是可能也是要等个几年时间吧。所以呢我们也耐心等待啊，等到改建成功之时呢，大家的眼前应该会为之一亮，就会一改广州给人家感觉这个车站啊与这座城市不相称的地方的这种印象。好了，那今天呢就在这边随意走动一下，分享一下，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下一段出行再见，拜拜。